道奇黑斯坦王重铸演戏龙装，同有后台复吸千姿，他来了。本期视频就来为大家深入解析一下千姿，并解答一些机制与强度的问题。让我们先把千姿波艾玩到端服打在公屏上，投币10经验，转发5经验，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也可以让武将做出更好的内容。3点专注武将，后续人第一时间获取原神最强攻略。作为太傅以来首位真正意义上的接力输出，千姿拥有极为特殊的协同和速切机制。它不仅能召唤出会持续进行协同攻击的召唤物人偶，还不容易受到技能范围以及场地的限制。而且千姿连续使用元素战技时，还能在一段突进后无缝速切到队伍中的下一位角色，这也让千姿成为了队伍中短腿角色的外置火箭腰带，能极大程度的优化队伍整体的机动性和转火能力，并且作为原神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双刀角色，它的普通攻击动作和手感都是独一无二的。此外，千姿大招的大范围群体延伤也能弥补部分主吸对群乏力的短板。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千姿虽然和纳维亚一样已经脱离了传统原队的纯色斗助，但他仍然需要能制造营造物的队友，才能吃满战绩和天赋的周易加成。这也让他在临命时与部分演戏角色做出了一定的切割，无法和女仆纳维亚产生足够的化学反应。除了战斗之外，他在大世界探索也非常优秀。当队伍里有角色穿着特定装扮或者风之翼时，自身队伍里的角色移动速度会得到10%的提升，而这个效果基本视为常驻。而且元素战技也是自带位移的跑图利器。总体来看，千姿的定位是一个十分灵活且拥有持续后台输出能力的道剑副吸角色，不仅可以补充优秀的后台输出，还能弱化前台主吸，尤其是演戏主吸的充能循环，是个十分全面的演戏拖手副吸。所以想立马赢取千姿姐的小伙伴，请投出你们的1吧！养成素材如图所示，大家可以截图保存，顺便留3连。片尾也会为大家奉上一图流攻略的。先看千姿最重要的核心技能元素战技。千姿的战技动作和艾尔森类似，在释放时会先发起一段突进，基于千姿的攻击力和防御力造成一次上挑伤害，同时还会在身边召唤出可持续攻击的召唤物人偶，人偶存在17秒且不会移动，同时每隔3.6秒就会自动释放一次范围原属性伤害，并产出1至2球，而它本身一间冷却只有16秒，所以不用担心人偶消失、真轴动不上的情况。相比灵命神子的杀生鹰，人偶的锁敌范围会稍微小那么一点，不过伤害的判定范围则反超杀生鹰，有一定的 AOE 能力。理论上，人偶可自动攻击5次，造成的伤害同样能吃到千姿的攻击力和防御力属性，且不锁面板。虽然是双属性倍率，但因为千姿的输出斗层大部分为防御倍率，且基础防御力仅比1斗低6点，所以这个战绩倍率所能提供的实际伤害非常恐怖。单论伤害，灵命千姿的后台输出已经超越了同配置下的其他副吸，甚至持平1+1的生命杀夜兰。但相比之下，千姿对前台角色就没有什么争议能力了。而如果人偶召唤的时候附近已经存在研造物，或者持续时间内又出现了新的研造物，那么千姿还会在全场角色身边额外召唤一个半身人偶。双人偶的情况下，千姿的 DPS 会有50%左右的明显提升，这也就暗示了千姿在配对时最好能在绑定一位研造物角色，否则少一个人偶的输出，千姿的伤害优势就会大打折扣。而当他拥有一敏之后，将不用担心这类问题。具体的分析在后面的配对思路里会详细提及。产球方面，千姿占据5次攻击，平均每次能产出 1.2 球，产球效率为 0.48 每秒，对比一下阿贝多的 0.33 每秒，可以看出千姿的产球效率非常不错，算上是优秀的后台持续充电宝。此外，在解锁了天赋量体裁衣之后，千姿在发动元素战技时，还会根据不同的后续操作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千姿一完没有执行后续操作，或者点按了普通，就会获得持续5秒的元素附魔。需要注意的是，这附魔效果和特勤一样，会被重遇和6命般的附魔附带，且能被塔漏延长持续时间。而如果在 E 后面再次点按元素战技，也就是连续2次，就会立刻切换成队伍中的下一位角色，并且当前场上的角色施加持续8秒的当役极妙效果。当役极妙持续期间，我方的普通、重击和效果攻击会额外触发一次人偶的协同攻击，这个协同攻击最多只能触发2次，且有2秒左右的吸力时间，其伤害倍率等同于千姿一技能手段的上挑伤害，同时也会被视为元素战技伤害，可以吃到剧团套的伤害加成。有趣的是，千姿的战技切人不仅可以突破1秒的镀银切人 CD， 还能直接在通中进行换人，无论是搭配万叶连翼爬山，还是搭配纳维亚踢脸输出都极为方便。而千姿的元素爆发则会基于自身攻击力和防御力2种属性，造成一次范围极大的元素伤害，多用来在切人的间隙普通伤害。不仅技能动作得简洁，出伤也直接明了迅速。值得一提的
二是千之的作战伤害为强颜附着，同时也是千之加一斗配对中唯一的强颜附着手段，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一斗破盾乏力的问题。总结，千之主要的后来伤害能力基本都绑定在战绩上面，而大招一般只用来补充伤害和破盾，所以加点推荐，元素战绩大于元素爆发，普通飞6命可以不点，推荐点至1-9-6。由于千之在面板方面需要兼顾防御与双爆属性，武器的选择上会比较狭窄。目前5星武器中首推专武有了御连切，一如既往的枫丹武器，不仅拥有超大的爆伤加成，还兼顾了最多48%的战绩增伤与20%的防御属性提升，可以说全面适配千之的出伤机制。此外，抽了阿贝多的小伙伴也能使用。其他5星武器中能提供刀和双爆模板的净水、绿剑、彩叶优先级较高，而低星武器则可以考虑狼牙和沉沙之纺锤。不过这两武器一个是大一塔武器，一个直接就绝版，一部分小伙伴可能没有。此时给千之携带3星神器黎明神剑，也是在低配情况下不错的选择。胜物方面，对千之来说，花软套和剧团套的增伤幅度相差不大，大家可以根据真词条情况进行选择。但从零开始刷的话，还是比较推荐放心更好且副产物同样优秀的剧团。而闪大则推荐2滑短加2攀岩或者2剧团。主词要推荐双爆头、防御杀、演伤杯；副词要推荐双爆大于100米防御，大于100米攻击。1命增加人偶锁敌范围，双人偶不再需要延造物。2命大招额外召唤低配版人偶。4命天赋触发时额外召唤低配版人偶。6命巨额减少战绩 CD 并提升普通伤害。目前来看，黎命千之后来出伤机制比较完整，命座主要是解放它在配对和伤害范围上的限制，而提升最大量的命座中，1命可以理解为神子2命加龙王1命，提升锁敌范围的同时还能解放配对问题。而6命则直接化身最强普通主席4秒1的 E， 无限掩护魔一路弹穿提瓦特大陆。个人建议，主玩纳维亚的旅行者可以考虑给千之补到1命，而叉 P 党想让千之走前台玩法化身双刀坦王的，则以满命为目标。命座专武2选1的话，则优先补命座。千之根据命座数量的不同，分别有3种主流的配对思路。首先是绑定延造物角色的复吸千之，由于目前能生成延造物的无一角色中，只有斗子都有战场主系能力，所以1005符自然就成了黎命千之的最优演上配对。而在不绑命延造物的情况下，配对优秀且更适合接力玩法的纳维亚，自然就成了千之的最强演系主系。千之的战绩不仅可以为纳维亚提供持续的结晶输出，还能很大程度上弥补他的位移短板。此外，在传统的纳福班叶的体系中，由于增伤程序一出，且纳维亚不能保证全程普通，这也导致在配对中叶兰的增伤和输出都吃不大满。此时千之的加入也能带来不错的正提升。而在非演上配对中，千之和阿贝多的定位类似，可以在一些当需中离护盾且容易吃到双眼的配对中打东，典型的就是宵夜千中。而胡桃因为攻击频率较低，容易被人偶的协同攻击抢走反应，所以不大建议组弧形千中的配对。至于特好的满命千之，直接照着1斗的主系阵容玩法进行配对就行。当然，由于千之本身就有一人成军的战场输出能力，像1005符中的3保1阵容，以及1005纳符的接力速切体系，都是可以考虑的选择。所以大家对千之的看法的疑问是什么呢？感谢大家3点多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